人类因过度开发导致全球气温上升了2.0摄氏度，南极和北极被融化成了海水，上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也突发了大火。人类只能被迫生活在被海水包围的陆地，而此时远在哥伦比亚的富人区，女人正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丈夫进行着秘密谈话。因为地球气温上升导致数以万计的动物灭绝，曾经在动物园里能看到的长颈鹿和北极熊现如今已成为了教科书上的存在。而现在又有3只座头鲸在哥伦比亚的沙滩上陆续搁浅，女人怀疑他们是有目的的进行自杀。Healthy, beautiful animal choose to end its one life just because it wants to rest. 在与丈夫的对话后，女人茅塞顿开。在这个过度开发的世界里，地球变暖导致海洋的温度接近32摄氏度，磷虾几乎已经灭绝，没有了食物链的支撑，所以那些靠着磷虾为食的座头鲸才会选择搁浅自杀。就连人类都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更何况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在知道现如今世界上仅剩下最后一条座头鲸生活在附近的海域后，丽莎准备前往海洋研究所对其进行跟踪调查。她先是将儿子送到了当地的医疗中心，因为在未来的世界里，每个人的胸口上都有一个绿色勋章，一旦颜色变为了黄色，那么也就意味着心脏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人工吸氧。在将儿子送到手术室上进行治疗后，丽莎来到医院的阳台上坐进了直升飞机。Rebecca Shearer, archivist. Field site, Bahia Malaga. 在吩咐完智能管家此行的目的地后，飞机启动螺旋桨来到了半空之上，沿途的风景全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熊熊烈火笼罩的场景，并且这场大火已经持续了整整数十年，地球气温还在不断的攀升，相信在不久后，人类也会面临海洋生物的处境。We'r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here. Any idea what's going on? 来到海洋研究所，丽莎与同事交接了工作，可就在她询问到有关座头鲸的健康问题时，同事却称座头鲸在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离奇的消失在了这片海域，他们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意识到不妙的丽莎赶忙来到实验室的内部，开启了声纳系统。她希望能播放一些雄性的声音来吸引座头鲸的注意，毕竟它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雌性。果不其然，在雄性声带的吸引下，消失的座头鲸又离奇地出现在了丽莎的面前。对方应该是太过孤单，所以才擅自离开海域寻找其他的同伴。Could you tell m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Who are us? Share the world. 在使用智能对讲机与座头鲸进行对话后，丽莎了解到，原来此时的座头鲸早已意识到物种灭绝的严重性。她的孩子们在近些年的海洋污染中多多少少都出现了呼吸衰竭等症状，所以才会选择搁浅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现在仅剩下了自己这个老母亲还在顽强地活着。刚才的她正准备前往深海鲸落时，丽莎发出的雄性声呐意外引起了她的注意，所以座头鲸才会来到这里。在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丽莎让座头鲸先放弃自杀的计划。她假装称此时的海洋中其实还幸存着一只雄性座头鲸，而刚才的声呐就是对方的呼唤。于是丽莎让他在这里多待几天，她一定会让他们相聚。随后丽莎让远在陆地的同事准备大量的磷虾代替品，他们不能让座头鲸在海洋中活活的饿死。 Which is part of her migratory cycle, so we could have a real window into that behavior if the male is. 在接收到任务后，公司立刻展开了紧急会议。有人提出用大量的高蛋白食物来代替磷虾，而有人则认为这样有失公关的形象，要用牛羊肉来代替。就在他们吵得热火朝天时，远在海洋研究所的部长意外发现丽莎违反公司的规定，使用假的声呐来欺骗座头鲸。如果被其他人发现，他会面临着牢狱之灾。但庆幸的是，部长并不是那种小人。随后，他掏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雄性声呐。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male today, and sadly, the dive team. 原来早在7年前，他就收集了一些鲸鱼的求偶录音，这样他们就不怕这只雌性座头鲸再离开这片海域。 You played her a mating call for a dead whale?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在听完部长的计划后，丽莎瞬间变得愤怒起来，因为此时的雌性座头鲸正在外面寻找着那只雄性。如果部长擅作主张地发出声呐，那么很快欺骗的计划就会暴露，到时候大家都无法收场。于是丽莎气冲冲地来到公司，找到上级询问座头鲸的补救方案。 First, we turn them into candles and corsets, and then we. 在听完丽莎的对话后，上级称他们早就想好了对策，与其每天耗费上千吨的食物，倒不如能骗一天是一天。如果到时候座头鲸真的发现那个雄性录音是假的，那么他们直接将它杀死做成标本，这样就能放在动物园里进行永久的封存。眼看没有了谈拢的余地，丽莎找到母亲进行了诉苦。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的立场，虽然自己是为了公司工作，但她的内心不想这么做。最终在母亲的安慰下，丽莎选择做回自己。她要亲口将事情的真相告诉给座头鲸。于是她独自驾驶着直升飞机来到了海洋研究所，随后利用刚才的雄性声音找到了最后那个雌性座头鲸。 It is possible that you are the last one of your kind. It is possible that one day there will be more of you. When? It will take time. More time than either you or I have. But what you have told me, what we have said to each other, that will feed more new ones. But how will it be different next time? 也许下次会有所不同，也说不定。
看着孩子手里的玩偶，未来是否还有人能记得这些灭绝的物种？ The Indian vulture went extinct in 2039, although they were once 80 The million. African elephant went extinct in 2014. It was before extinction. The Tapanuli orangutan went extinct in 2045 after having The been polar bear went extinct in 2043 due to loss of their sea ice habitat resulting from climate change. You ready? ready. 也许下次会有所不同。他将带有阿尔法标志的声呐扔进海洋中，和孩子一起跳入了大海里。随着声呐播放熟悉的声音，远处座头鲸跳出了水面，它躲过了人类的贪欲，是否会成为最后一头，谁也说不清楚。也许下次看到会有所不同吧。全球超过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焚烧殆尽，人们一边抗议重视保护地球，一边又买入赖以生存的物资，电池和药品此时供不应求，这也导致企业创纪录的涨幅，但环境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排放仍然只增不减。与此同时，一家名为阿尔法的公司投资了新项目，首席执行官尼克表示，他们在北极圈建设了酒店，这里四季宜人，正是迁徙入住的好地方。可他的合作伙伴不是别人，正是黑心开发商的朱尼尔。此刻他正享受夏威夷风和日丽的景色，然而将遥控器交给女友后，他关闭了屏幕。原来这里是圣彼得堡，外面早已被森林火灾的浓烟覆盖，有人在森林中挣扎，寻求能逃出自己家园的出路。他要忍受浓烟的窒息感，还要考虑未出生孩子的感受。与此同时，第42届联合国气象变化会议如期召开，讨论如何将温度控制下来。可如果没有水，一切都是空谈。目前只有阿尔法公司有一项专利，可以将海水转化成淡水。联合国迫切需要这项技术，但对方代表显然并不想分享。争论中，奥马半路离席，接着拨通了妻子贝卡电话。此刻他成功获救，正坐着直升机去往医院。虽然贝卡告诉他一切安好，可那头医生的声音却全是不好的消息，他即将临产。正巧医生为贝卡戴上了氧气罩，这一切都说明他此时并不好。挂断电话，奥马回到会议室，告诉同事他要回家的消息，随后便拎包走了出来。同事也追了出来，无论怎样劝说，结果都不能改变奥马的想法。他将自己的投票权交给同事，自己依然选择离开。与此同时，朱尼尔来到北纬80度、东经55度的地方，这里是他要用9个月建立度假酒店的地址。几年前这里还被冰层覆盖，然而现在却可以招标建项目。可当一行人抵达目的地后，这周边全是开采性质的土地。如果在这里建设酒店，谁会来买单？而且买下的地块与这些地区相连，那么说明这块地根本不能用于商业规划。朱尼尔被耍了，他要打给自己的姐姐。几人并没有劝朱尼尔，而是自顾自地聊了起来。 The boat's called Bing Jiangxi, the Ice Warrior. 哇，很好诶！你说的也很好。我的很多粉丝说中文。那当然。 Are you kidding? 与此同时，阿尔法首席执行官尼克正泡在清澈无污染的水中，他正听着联合国气象变化会议内容。根据评估，如果赠送自己的专利，他将损失27亿欧。作为交换条件，他要联合国豁免他在北极的2个项目，第一是建设酒店及赌场，第二则是提高北极的开采工作。这种被采集的稀缺矿，每日行情都在飙升，谁拿到这项资源，等于拿到全球经济命脉。可实际上，第一个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上当受骗的开发商正待在北极，他的4周全都是奇怪的建筑物。此时他正联系能帮到他的人，女友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将自己的压力发泄到女友身上，说着将女友在乎的小礼盒扔了出去。他还调侃女友：“你想要什么石头，这周围都有。”然而当听说是金子时，他变得不淡定了，同时从女友表示这周围都是稀缺矿。听完此话，朱尼尔夺门而去，他来到岸边，捡起地上的石头，便问这是否是铜。可女人只不过道听途说，而且她本身根本不懂这些。他想让朱尼尔问问合作伙伴尼克，但人都是有私心的，既然得到如此大的消息，他怎么可能与人分享？另一面，抗议者来到联合国会议现场，因为他们刚刚得到消息，联合国同意阿尔法公司加大开采，这很可能拿未来换了现在。此时，尼克坐着豪车，由私人保镖护送着来到会议现场。这时，一名提着汽油桶的面具男跑到车前，当尼克看向他时，面具男正将汽油倒满全身，随后在万众瞩目下焚烧自尽。他想以这种方式警告尼克，不要再破坏环境。与此同时，朱尼尔在岸边寻找着矿渣，结果并不怎么理想。他将手机放下后，在水中摸索着石头。这时，水中浮出来一只海豹，他对着可爱的海豹做着射击的姿势。这一幕恰巧被海豹妈妈发现。当朱尼尔回头时，海豹已爬向了制高点。此时，如果换做他人，早就跑没影。可他就这么盯着，气得海豹飞奔朝他扑来。小海豹被这残忍的一幕吓回水中。这时，手机提示他尼克不准备和他合作了。他先是被耍到北极，又和这里最可爱的动物亲密拥抱。因极端的高温，导致每年会有100万人死亡。南北极不复存在，地球上的物种可能也只有人类在挣扎生存。面临这一局面，曾有人提出使用碳酸钙释放的二氧化碳综合平流层，但这项计划早在2019年哈佛团队就有人提出，而且反对声音非常大。这项地球工程计划的后果是人类无法承担的。然而现在又有人想重启计划，但仍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且此事还通过 G2峰会的商讨，最终没人敢承担这一后果。
22国签署气候干预条约，禁止开采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污染行业。条约颁布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提出释放碳酸钙的人彻底被限制。他当面关闭了电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而他的父亲并没有追，因为条约是他建议总统的。两人冷战了数年。这天，他想打给儿子若文，可以被拒绝了6次，因为此刻他正密谋着一项计划。若文和妈妈吉塔靠着自己的智慧，研发出最先进的碳中和无人货机。所有的投资人今天都要目睹丰收的成果。这架飞机满载为250吨，在禁止石油开采的今天，这无疑是造福了人类。他们一次性造出了10架，每架都满载着碳酸钙。若文将设备调试后，与母亲最后拥抱在一起。紧接着10架飞机进入跑道，在吉塔的紧张中，一架架飞机成功起飞，投资人送来雷鸣般的掌声。与此同时，若文正将程序密码更改，随后又更改了坐标。当飞机到达指定高度时，有人发现它仍然在爬升。吉塔一系列的操作早已被美驻菲司令部发现，司令正将此事汇报给总统。同一时间，北约和华盛顿联系上塔台，并告知他们按原计划飞行。可当主管告诉吉塔时，他关闭了主管的通讯，随后与若文建立单独的通讯通道。与此同时，若文的父亲已经发现母子的计划，他不想儿子再误入歧途。趁着妻子去拿阿尔法无人送餐时，他拨通了联调局电话，他要面见总统。此时的总统正观看吉塔发来的视频，他威胁不得军事干扰自己，否则将立刻释放碳酸钙。这时身旁的助手提醒总统，他们附近有一支正待命的海豹突击队。紧接着突击队现身到机场，先是控制住投资商，随后又将塔台控制。可这里并没有诺文的身影。此时他已来到地下室，正将自己的通讯连接上。另一面的白宫，邱斌正和各级领导商讨对策。这时视频上显示吉塔的身影，他的目的很纯粹，就是想让自己的实验改变世界。虽然国务卿提出可能会让空气额外污染，导致儿童死亡，但吉塔表示会比目前非洲死去的人要少得多。总统仍劝说他降落，因为此刻并不只有美国在盯着吉塔，可他并不在乎，继续着自己的演讲。此时已经有人动摇了。这时邱斌站了出来，虽然他们都知道将大量的碳酸钙释放平流层会起到改变作用，可改变后呢？人类还会向大自然变本加厉索取，持续的碳排放仍然阻止不了。正当二人激烈争吵时，若文突然连接进通讯，他知道父亲明白这是唯一能改变的方法，可就是自欺欺人。他还想向总统提议时，通讯中只听到飞掠的声音，随后视频中断了。与此同时，海豹突击队找到了若文的藏匿地点。当他们靠近时，却发现这是全息图像。此时诺文正在一间黑网吧联系着吉塔，他的侧面是一架战斗机，飞行员正对他做着降落的手势。若文告诉他不要慌，他们的燃料只能支撑几分钟而已。另一面的白宫，总统正联系阿尔法尼克，他想用行动掩护，以官方渠道之外解决这个问题。几分钟后，果然2架战斗机返回了各自基地。他们正认为行动成功时，若文失去了吉塔通讯信号，同时天空中出现耀眼的火光。孟买的上空，人们许久没见过这一幕了。通过其他飞机，他确认了吉塔的死亡。与此同时，白宫陷入了混乱，各国都在自责他国击落了飞机，并且邱斌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实际上，满载250吨的10架飞机并不能改变平流层，这需要成千上万吨才可以实现。当说完自己的猜想，他才得知飞机被击落一事，自己的儿子是否也在上面，谁也不能给出答案。这时他们收到一条通讯信息，是若文。此时父亲放下一切成见，只为诺文回来。No, we're not gods. None of us, not Gita, not you, not me. We're just parents and children. Please come home. Just come home. It's too late now, Dad. 诺文将软件打开，随着自己的指令发出，一个个程序被标记为红色。白宫的屏幕上，世界各地凸起的小红点，到处都有关无人机被释放的报告。成千上万的阿尔法无人机，随着诺文的指令升到平流层，释放大量的碳酸钙，是否能造福人类，还是毁灭，谁也说不清。这个答案只能留给未来。